大年30，长安落了大雪，鹅毛大雪洋洋洒洒下了3日，满长安城银装素裹，云遮雾绕。我推开窗牖，举杯小小抿了口酒。远处高峭的檐脚下挂着一串泛青的宫铃，风起时摇摇晃晃，带起一阵脆响。今年的除夕宴办得隆重，远处灯火辉煌，人影冲冲。几个穿冬袄的小宫女嬉笑着走过去，细碎的采雪声清清楚楚传到我耳边。团圆日啊，皇宫里头难得热闹了一回。我想起我幼时也曾在除夕夜登上城楼，那一夜君民同乐，我从高墙俯瞰，满目的万家灯火，星河一道水中央。世人追求亘古圆满，哪怕月满亏宴，果熟蒂落。然而这人世间怎可能有十全十美？只在除夕这一日，所有的不美满尽数掩藏在声声爆竹之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青穗为我披上大氅，替我虚掩上窗。娘娘，窗边风大，莫着凉了。我妈撒着卑鄙的纹路道，指不定还能再看几场雪了。青穗红了眼眶，抢言道，娘娘说什么呢？您是有福之人。我向来不太会安慰人，只好疲累地朝她笑笑。阿胡今晚来吗？小殿下说他晚些会来看您的。我累了，阿胡若是来了，唤我一声。我往床榻走去，走到半道想起件事，阿胡过了年几岁了？小殿下过了年该9岁了。我点点头，9岁了，又长大了。难怪看他长高了那么多。我要闭上眼睛之前，拽住青穗为我掖被子的手。青穗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他摸了摸我的头发，笑得温柔。辛苦什么？照顾娘娘是我的福分。过了年，娘娘又长了1岁，可要忘些事了。他将我的手仔细放进被子里，睡吧，娘娘。小殿下来了，我在叫您。交房殿内清清冷冷，丝丝寒气自身下的床榻一直进入骨髓。我点点头，乖顺地闭上眼。其实我同他都明白，我这身子已经熬不住多久了。迷迷糊糊睡过去的时候，我听见青穗轻轻唤了声陛下。我想睁开眼，但眼皮子实在重，意识混沌之时，对外界无半点反应。又是一年春寒料峭啊！近来闲来无事，我总是回想起那些深埋在苦痛之下的琐碎趣事，仿佛我和钟书还站在原处，而不是如今这般面目全非的模样。我名唤陈佑，是东园最不受宠的一个公主。在许多个冬夜里，我蜷缩着身子，在漏风的偏僻小院瑟瑟发抖时，总会止不住地回想当年盛宠时候的光景。我曾是东园最受宠的公主。我出生那日，父皇在皇宫摆了3天3夜的流水席，赐我称号明仪公主。他还为我取了小名岁岁，取平安顺遂之意。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，我将是东园最风光的小公主。彼时我所用衣裙无不是天山所取冰蚕丝制成，所食鲜果俱是快马加鞭运来长安。东珠、玛瑙、宝玉，这些旁人看来精致贵重的东西，许多时候是被我用来砸着玩听响的。而我受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妃是父皇捧在心尖上的可人儿。母妃是我见过最貌美最温柔的女子，话不多，总是在我救父皇短姿时温婉浅笑。父皇不会阻止我的大逆不道之举，还常常在我揪完后将胡子埋在我的颈窝里头刺我。我惊叫又咯咯发笑，向父皇求饶。这时候母妃才会出手将我抱离父皇的怀抱，轻轻摩挲我颈窝的泛红处。母妃从未红过脸，即使是被父皇刺死之时，她也只是浅淡的敛了剪，问他，你不信我？父皇此人最是无情，盛宠之时恨不得将这世上最好的真物捧到你面前，可一旦他起了疑心，生了厌恶，便什么都不管用了。我为母妃辩白，他一掌将我扇开1米外。他看我的眼神变了，厌恶、怀疑、唾弃。他甚至开始怀疑我究竟是不是他的亲生骨肉。我的嚎啕大哭不起任何作用，母妃还是被刺死了，死后还被做成人质。我在冷宫中闻讯后，开始整夜的失眠。一想到母妃那般的人物成了这副模样，我就浑身发冷汗，几欲作呕。我不明白人心为何能变得那么快。我更不明白的是，父皇坐拥后宫佳丽3000，而母妃不过是联系故人出手相助，才知落人圈套。他到底是以何脸面去质问母妃的清白？后来
当我因实在饿得发慌，偷偷去几个小太监房里拿了几个馒头，而被他们拳打脚踢之时，我便明白了，人世间情之一字最是不可靠，恩宠靠山皆是过眼云烟，从来权势才有话语权。从前我风光无限，众人无不阿谀奉承，不过是因着我公主的身份。可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了，就连父皇所赐岁字亦未被保留，2点消失，变为一个竹字。最是无情帝王家，我以为当我年少时便早已看透，却不成想不过是兜兜转转又重蹈覆辙。我在冷宫过着无衣无食、苟且偷生的日子，任人欺贱。是以当叛军打上长安之时，我无任何悲戚之意，甚至感到了解脱。母妃当年拼死将我保住，是以无论日子过得多艰难，我也从未有轻生的念头。但若是能死在叛军手上，便不算是我动的手了。我做梦都想见到母妃。叛军逼近我房门前之时，我身着公主服，闭着眼，安静地摩挲着手上一块残玉。我着公主服，不是因为自矜公主身份，而是这是我唯一体面的衣物了。房外光亮进来时，我看到打头的是个银袍小将，面目俊朗，唇红齿白，眉目之间俱是风流。乍一看，我还当是长安城里哪个贵族纨绔投了叛军。我将残玉攥在手里，听见那小将问：何人？明义公主陈佑。我抬眼看他，毫无惧怕，眼神冰凉。我问他：东元皇帝死了吗？小将正然：死了，鞭尸3日。我轻轻地摩挲那块玉，勾起嘴角怅然道：母妃，你听见了吗？彼时我的榻前还匍匐着一具死相狰狞的太监尸体，我的脸颊上还残余着一道长长的干涸的血迹。后来钟书数次告诉我，他就是被我抬眼的那一瞥击中。淡漠、破碎、空洞，那一刻就好似我才是追逐猎物的野兽，其中的残忍意味让他热血沸腾。也是因为这一眼，朕中屡立奇功的钟书除应受官职之外，其余珠宝每人赏赐皆未受。辛帝问他想要什么，他说想换明义公主自由身。本来按照朝堂所商议的，所有皇室子弟皆会被沉入护城池，以儆效尤。但以一个不受宠的公主一命换取财宝土地，这对如今正是急需钱粮的新朝来说，无疑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买卖。辛帝龙心大悦，允诺钟书同陈佑的大婚与太子婚期同日。我被接到将军府中，这是前朝广越王的府宅，极尽奢华，后被改作钟书的将军府，钟家一家尽数搬了进来。我整日待在府里，未曾出过门，静候婚期。钟府给我配了个大丫鬟，唤作青穗。青穗第一次给我洗澡，看到我骨瘦如柴、伤痕累累的身体时，就红了眼眶。她确实是个爱哭的女子，很多时候我觉得并没有什么，她却总能泣不成声。我浸泡在热水中，感受着久违的温暖。毕竟在冷宫，我是3天都洗不了一次冷水澡的。洗完澡，我便吃了入将军府来的第一顿饭。菜上的多，但我吃的更多，恨不得将肚子填得饱饱的，但动作并不急促，只是不曾停过筷子。后来入睡前，我没忍住，将那顿吃食吐得一干二净。我在冷宫中吃的尽是残羹冷炙，有时好几日吃不上一顿饭，只能靠喝水度日，是以肠胃早早就坏掉了。我还记得我吐完了之后，拉着青穗的手，细声细气地说：我不是故意的，还让我吃吗？然后青穗的眼泪就掉下来了，我吓了一跳。青穗后来说我当时脸色苍白，很是不安，那是我头一次服软。青穗大了我10岁，很多时候她的温柔纵容总让我想起在我记忆中模糊了10年的母妃。其实我记不得母妃的容貌了，所以我总是依赖青穗，企图从她身上找寻母妃身上的暖香柔软。钟书老是吃味，因为我经常对青穗撒娇，却很少对她露个笑脸。其实是我初入将军府拜见他的家人时，便察觉到了他们的轻贱。我对别人的恶意十分敏感，谁看低我、嗤笑我，我一清二楚。钟家人多，心眼也多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钟书不把金银财宝搬进门来，反而换了个一文不值的落魄公主。他们不喜欢我，我自然不会巴巴贴上去招嫌。后来是一只猫跑进了我的房里，
二话不说钻进我的床底下。当时我正浅眠，被唬了一跳，而后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跑了进来。她看起来7、8岁大，有些羞涩，怯怯地看着我，唤我嫂嫂。她唤作钟离，是钟叔唯一的亲妹妹，和她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因着一直养在祖母膝下，性情有些腼腆，不太爱靠近旁人。我问她，是来找你的猫吗？她小幅度地点点头，一双小鹿般的眼睛怯怯盯着我，半晌细声细气说了句，嫂嫂真好看。我莞尔一笑，是想贿赂我替你捉猫吗？怎的好端端夸起我了？她脸红，是真的好看。我不再逗她，起身趴在地上扫视床榻底部。她小小一直蹲在我身边，替我小心护着头。然而那猫实在狡猾，躲入床帐角便不肯再出来，冲我撩起小尖牙。我伸长了手都碰不着它的一根毛，这下是真有些下不来台了。于是我狠狠心，整个人钻进了床底下。钟叔进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应当便是他的粉团妹妹蹲在床榻旁，微微张着嘴，一副焦急模样。更诡异的是，床榻下不时发出奶猫的嚎叫声。他弯身往床榻下探去，迎面撞上我的脸，是真的撞上。我惊呼一声，手上的奶猫吓了一跳，在我手腕上狠狠挠了3道爪痕。钟叔一手拎着奶猫的后脖梗，一手支着我的肩，把我提出来。钟离一下冲上来，小心翼翼捧起我的手给我吹伤痕，又抬头问我，嫂嫂疼吗？我摇摇头，把那只猫在钟叔身上擦了擦，递还给他，去玩吧。钟离小可爱临走的时候还1步3回头望我，最后冒出来一句，嫂嫂以后我能来找你玩吗？我点点头。然后钟叔大步走过去，提起他的后衣领，将他一路提溜出去，在关门之前说，现在是哥哥的时间。我找腰高的动作一顿，后头伸过来一只手，自然而然穿过我的腰肢，隔着身体打开了梳妆台的一只匣子。他牵着我另一只手腕，拖我到床边坐下。我怔了怔，没怔开，便由他去了。他上药，我便盯着我手上的伤痕看，不可避免地观察到他的手。他的手白皙匀称，骨节分明，因常年握着兵器，指腹有一层茧子，有些粗粝，碰到我的手很是酥麻。上完了药，他便将药瓶放回原处，回来的时候却拿了把木梳。我抬头望他，也不说话。他先败下阵来，将木梳塞到我手中，故作强硬在我腿上躺下。他说，我很累，睡一会儿就好，行吗？他并未给我答复的机会，转头埋进我小腹，蹭了蹭闭上眼睛。我将梳子打了几个转，看见他眼底下的青黑，还是顺从地将木梳插进发间，缓慢且温柔地为他从头梳到尾。从前母妃很喜欢为我梳发，我也常常躺在他的怀里，伴着他唱的小曲安然入睡。钟叔这一会儿可真够长，以至于到后来我也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醒来时，大腿处一阵酸麻，钟叔在我躺下后便变换了姿势，一路往上，一直枕到我的肚子上。我瞪眼看了会帐顶，在将他打醒还是一脚踢下去之间犹豫不决。所幸不等我动手，他便醒过来了。睡得有些久，他睁眼时还有些发懵，眼睛清亮亮的，有些呆滞。我将手伸到他长长的睫毛上，他不明所以，睫毛扫动了几下，很痒，也很刺挠。钟叔还没反应过来，突然身体被推开，他毫无防备，一下子跌落到地上。钟叔一副不知发生了什么的模样，爬起来问道，做什么？我不睬他，径自小心坐起来，轻轻按揉大腿。钟叔也反应过来了，闭上嘴，乖乖坐到我身旁，看我时不时蹙眉。钟叔道，很难受。我看他一眼，又将目光落到他的腿上，意思是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他摸摸鼻子，不敢再说什么。然而我按了好一会儿，腿部的酸麻也只是稍稍消退，仍是难受。钟叔耐不住，又道，你这样是不行的。他还没问过我的意见，径自弯腰一把掰直我的腿，一本正经地说，那得这样。这下我结结实实叫了出来，眼角飙出几滴泪。我实在气不过，扔掉他的手，结结实实在他肩上背上打了好几下。钟叔，这是我第一次唤他的名字。他哈哈大笑，不闪不躲，边挨打边笑。
一直笑弯了腰，笑得躺在被侵上直抖。这时候他骨子里的那种少年气才真真正正显露在脸上。此时的他不是新朝的骠骑将军，不是冠军侯，亦不是钟家的天，不过是一个恶作剧得逞后的开怀少年。我气恨恨推他，他躺在床上便想掣住我的手肘，将我压入他的怀里。我偏不让他得逞，一下站起来捉住他的脚面，一个发力便将他拖下床。钟叔求饶，这下结结实实一声闷响，他痛得龇牙咧嘴。我报复得逞，轻轻踢了踢他的小腿。这时候他突然收声了，只怔怔望着我。他捉住我的脚，说：笑起来多好看啊，往后多笑笑吧。我多叛逆一人啊，凭什么就得听他的？于是我又轻轻挣开他的手，往床那边走过去，哼了一声：看你本事。我本是生气的，然而就在我转过脸，不经意扫过镜面时，惊讶地发现镜中的女子竟脸颊泛红，眉眼间都是笑意。事实上，自从踏入冷宫的那一刻起，我的世界里只余仇恨2字。深宫里头吃人，活生生的人进去了，也只会剩一具枯骨被送出来。所以在深宫里头是没有人敢真心实意的笑的，更何况是我这样的处境。然而此刻，我分明从镜子里头看到了我眼底真真切切的恼怒和笑意。我有些不自在地收紧唇角，感觉它在此刻僵硬了起来，就好比10几年未拿过笔的书生一样。我对原本最为熟悉的东西感到了生疏。我不再理会钟书，而他也很快被清碎盯着请出我的房间。我们是未婚夫妇，到底还不能同房。今日如此，已经是十分出格了。往后钟书再来，不论做什么都会被清碎紧紧盯着，偶尔越了界，还要被瞪2眼。他被瞪了也不恼，只讪讪收回手，但清碎一走，他就更加明目张胆抱着我的胳膊蹭来蹭去，仿佛是一条大狗。这时候我不会搭理他，否则他能玩一下午。但有时他见我不睬他，也会恼火。这时候他会抬手遮住我正看着的书页，一只大手几乎盖住整本书。他就是这么做了，我也不会轻易开口。没有书看，我就玩他的手。不消多久，他的手便忘了方才的使命，只软软任我牵起，又被我抛至一旁。后来他又想出一招，把我近期再看的话本尽数看过一遍，几乎滚瓜烂熟，然后在我看的时候提前告诉我后来的发展。不得不说，这招对我确实有效。我又是啪啪连打他好多下，一边叫道：钟书，你走。他又笑得东倒西歪，抱住我的胳膊耍赖：不走不走。我不说了。此人话里10句有9句是真的，但这9句里又有7句是他做不到的。不消片刻，他又是闭不住嘴巴。后来我直接将书丢给他，让他读给我听，他这才安分了些。当然偶尔他又会作怪，譬如轻轻附在我耳边悠悠道：此事发生在元年的鬼节那天，街上无一行人。我只懒懒抬手捏住他的唇瓣，再一加扁，他就噗噗直笑，方才讲鬼故事的气氛破坏得一干二净。钟书说我总是能轻易逗他发笑。我被清碎照顾得极好，等到了大婚那天，我已养出了一身的细皮嫩肉。为我穿上大红嫁衣，戴上凤冠后，清碎握住我的手，对我说：夫人要好好的啊。我点头，破天荒回了他：你放心。钟离守在我旁边，他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新嫁娘。我俯身亲了亲他的小脸，笑道：谢谢。很奇怪，在我大婚的这一天，我做了许多往常都不会做的事，譬如笑得眼睛弯弯，譬如主动拉了钟书的手，就好像10年前的那个无忧无虑的女孩缺失的灵魂回到了我身上。钟书要把我接走的时候，钟离把他拦在门口。钟书身后一众公子哥打趣他妹妹要来抢亲了。钟离一张粉嫩嫩的小脸板正得严肃：哥哥，你要对嫂嫂好。钟书道：小屁孩懂得还挺多。钟离道：不要嬉皮笑脸。钟书只好举白旗：知道知道，还用得着你说。我在盖头下落了一滴泪，轻飘飘溅在我的鞋面上。我坐在房内等着我的新郎官。屋外人声鼎沸，屋内只有龙凤烛燃烧的噼里啪啦声。就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，屋外一阵凌乱的脚步声，夹杂着几分咒骂：钟书你大爷，别揪我头发了，放手。这孙子
几杯黄汤下肚就疯成了这样。嗷嗷嗷！别掐别掐！爷爷快放手！错了错了！门突然被打开，而后又重重关上。钟叔扯着嗓子喊：都走都走！外面那群人开始笑他，瞧这猴急样，怪丢人的。钟叔踢了2下门，然后踉踉跄跄朝我走过来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红盖头突然被掀起来，他2只手捧着我的脸，醉眼迷蒙地盯着我。钟叔道：你是谁？我还没开口。哦，想起来了。他自顾自点头，玉冠晃动，是我的新嫁娘。然后他又急了：你是我娘子，你怎么不亲我啊？啊，我不好看吗？我身材不好吗？你为什么？我轻轻贴上他的嘴唇，酒气很重，然后又离开。钟叔成了一只软脚虾，我的唇腹一分离，钟叔就笔挺挺摔了下去，脸贴着我的脚面。我一个人实在拖不动他，只好叫了小厮把他搬到浴房。我自己也卸了妆，洗了个澡。出来的时候看见他就穿了身大红中衣，靠着床发呆。我不理他，将湿透的长发梳齐了，又取来空心鎏金球烘干头发。我抬头一望，看见他不再发呆，而是看着我。于是我朝他招招手，让他坐在我旁边。我问道：不会喝酒，怎么还喝那么多？钟叔摇头：我没喝。我皱皱鼻子，一身的酒味还没散呢。好吧，我喝了。他乖乖的，又说：可我觉得我没醉。他刚说完，就打了个酒嗝。嘿嘿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脸埋在我的颈窝，迷迷糊糊又道：你叫什么？我叫钟叔。我顺了顺他的发：岁岁。我叫岁岁。钟叔的唇不经意擦过我的脖颈，微眯着眼，呼吸声轻轻的。我用脸颊蹭了蹭他的发，浓重的酒味扑面而来，我近乎呢喃：钟叔，别骗我。他的呼吸轻轻浅浅，暖暖地打在我脖颈处的皮肤上，酥酥麻麻。等我烘干了头发，肩膀处早麻了。钟叔实在太重，我拽住他的胳膊，扯了扯起来。他不动，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拖着他缓慢地挪动。好不容易拖到床榻上，我已经出了浑身的汗。我摊开锦被，掩住他的身子，自去吹了灯，又从他身上爬过，不小心踩到他的小腿，他叫了一声，又没动静了。新婚夜，新郎官喝得烂醉如泥。我闭上眼，酝酿睡意，意识正迷糊时，感到腰肢被一条手臂箍住。新郎官怕冷，贴过来蹭了蹭我的脸。他轻轻地说了句梦话：岁岁，我们好好的。我睁开眼，十分清醒。好，打我入了冷宫，就经常做一个噩梦。梦里我只有5、6岁大，爱穿红裙子，手脚上戴着小金铃，跑跑跳跳起来铃铃的响。我最爱疯玩，常常从东宫跑到西宫，一溜的太监宫女跟在我后头，唤我跑慢点。我不听，跑得更快，渐渐甩开了他们那群人。然而很快我发现我迷路了，曲曲绕绕的抄手游廊，我怎么走也走不明白。我大叫父皇母妃，希望有人能来带我出去。终于我走到一座宫殿前，金碧辉煌的大门大剌剌敞开，我拎起裙摆进去。殿内暖香暗拂，甚至还夹杂着什么怪异的声音。我撩开帘子，看见2具白花花的肉体如同蛆虫一般交缠扭动，其中一个朝我转过脸，赫然是父皇的脸，而他身下那人全然是陌生的面孔。男人慌了，穿上衣袍朝我跑来：岁岁怎么来了？也没告诉父皇一声。我惊恐地看着他，蓦地尖叫起来：啊啊！你不是父皇，你是谁？我一直叫，又颤抖着不让他碰。后来我发了场高烧，差点丢了半条命。痊愈了之后，前世忘了大半。有时候半夜醒来，我经常看见母妃满脸泪痕坐在我榻前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摇摇头，轻声告诉我：岁岁，别活得太清醒。母妃宁愿你没心没肺活一辈子，好吗？我不懂，但我点了点头。母妃摸了摸我的额头：我们岁岁啊，要长命百岁，岁岁平安。这是上半夜的梦。等到了下半夜，我就梦到我到了母妃的墓地，她的坟前杂草丛生，我磕了3个响头，告诉她我过得很好，让她勿再挂念我。
这时候我听见坟墓后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，我走过去一看，一只狼叼着不知从哪来的一块腐肉，狼嘴大幅度嚼动着，一双绿油油的眼睛却悠悠盯着我。他张开口，进口土人话：明义公主，你真的好吗？死了不是更解脱吗？我愣愣看着他扑过来，咸水滴到我的脸上，恶臭扑面。我奋力挣扎，却感觉手脚被紧紧制住，只能看着那血盆大口越逼越近。我几近窒息。碎碎，碎碎，醒醒！我的脸被拍打着，终于我睁开眼睛，看见钟叔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我张了张嘴，发现发不出任何声音。钟叔抱着我，一遍一遍为我顺背：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是梦，梦都是反的。我呆滞了一会儿，蓦地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。碎碎，我紧紧抱住他，放声痛哭：我母妃没了，我父皇也没了，他们都死了。那个畜生呢？凭什么他能忘了一切？是他杀死了我的父皇和母妃，鞭尸3日根本就不够，我恨不得吃他的血肉。钟叔一遍遍地顺我的背，一声声告诉我：都过去了，碎碎，都过去了。他走了，没有人会再欺负你了，好不好？我只记得我哭了很久。期间外间的嬷嬷走来走去，钟叔要去拧毛巾，我手脚并用抱住他，一抽一抽不让他走。他顺了顺我的头发，一边应好，一边把我从床上抱起来。我就好像婴儿一样吊着他，等他给我擦汗、擦身子。等我彻底冷静下来，天边已经起了亮光。我筋疲力尽地靠在钟叔身上，在我睡过去的前一刻，我嘶哑着告诉他：别骗我。然后我失去了意识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，有没有给我答复。新婚夜，新嫁娘折腾了一晚上，鸡飞狗跳。后来我数次回忆大婚的那天，从睁眼到沐浴梳妆，再到我牵住钟叔的手，在那一天，我不再是明义公主，只是钟家的新嫁娘。我不再饥饿，不再提心吊胆，不再仇恨。我的手被我的丈夫牵着，他的手掌紧紧包裹住我的手，很是温暖。后来他靠在我的颈窝里，轻轻地把酒气吐在我身上。那时候我的心软成了一滩泥。我的丈夫永远不会知道，那天晚上我放下了什么，又藏住了什么。钟家的新嫁娘，在那一天里，是人世间最幸福的女子。夙夜折腾的结果，就是第2日十分疲累。我和钟书强撑着去给钟家长辈敬了茶，一回房便拥在一起，合衣而眠。醒来时已经是傍晚了，我的眼睛又红又肿，完全见不得人。偏偏钟叔坐我对面还要笑我，我气得把吃剩的骨头都夹到他碗里头，威胁他不吃完今晚不许上床。钟叔很是纠结地看着我，我舀了碗甜汤，自顾自喝起来。这时钟叔决绝地夹了块骨头，真开始嚼，每嚼2下就开始咽。我吓了一跳，叫他快吐出来。钟叔哦了一声，乖乖吐出残渣，又很犹豫地告诉我，是你叫我吐的，不是我自己吐的。我也给他舀了碗甜汤，他咕咚咕咚喝完，把碗递给我再舀。结果那顿饭他整整喝了5碗，半夜起了2、3次。他起得频，我睡眠又浅，于是他起了多少次，我便醒了多少次。一直到后来，我俩全然没了睡意，齐愣愣躺床上对着帐顶发呆。钟叔的手悄悄探过来的时候，被我一把攥住，捏了捏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钟叔不说话，只反手包住我的手。我还在发愣，他突然附上来，月光从窗棂飘进来，在他的脸上跳跃。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嘴角抿着，而后低下头，温柔地附住我的嘴唇，软软的，温热的。我渐渐迷失在他的温柔里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房里叫了2次水。我那时已经睡得不省人事了，后来如何也尽数忘得一干二净。反正在钟叔问我时，我是这么说的。钟叔很失望，手指搭过来勾住我的小拇指，黏黏糊糊不肯放。钟离常常跑来我房里，他那只小奶猫长大了些，整日里懒洋洋的，到我房里就开始撒丫子四处跑。我管了几次，实在管不住，后来干脆随他去。有好几次钟离要走了，结果那猫一直还躲着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等到了晚上，钟叔去拿衣物，才发现那只奶猫就团在他的衣物里头，见他看过来还轻挠了几下。
这只猫喜欢钟叔，钟叔却对它嫌弃得很。有次它坐到了一件我做的外衣上，还撒了泡尿。钟叔气得破口大骂，扬言要让钟府上下每人分一盏炖猫汤。说实话，我有些嫉妒，因为我打小就不招动物喜欢，但我又爱得紧。钟叔知道我这一番旱死涝死的言论后，主动抱起那只猫放在我的膝上，猫叫着要跑，他就箍住猫的身体，让我赶紧玩。有时候他羡慕的紧，也会把头放在我的膝上，出于报复，还会把那只猫给挤下去。那猫长嚎一声，非但没有冲上去挠它，还凑近它的袍子，主动弓起背。钟离说，钟叔在我面前总是将态度软和了几十倍，黏黏糊糊的，和他以往的形象截然不同。我问他，钟叔以往的形象又是如何？他还小，只是听过丫鬟闲聊几句，会说的话也不多，只能囫囵吞枣地描述他在府里虽也脾气好，但绝不是在我面前这样的。我实在好奇，便问钟叔他以往是什么样的人。看得出，钟叔对他少年时候的丰功伟绩很是得意。上房揭瓦自不必说，据说他整日里带一帮公子哥出城打猎踏青，到了黄昏才打马慢悠悠地回。酒馆、赌坊3天2头就见得着他的身影。钟家当年护过太祖，祖上也有人当过大官，只是后来又没落了。钟家祖父从白身入朝，又一路官拜宰相。然而当年决定举家离开长安的也是他的祖父。他告诉钟家和府，长安的水太深，往后非不得已不要去碰，儿女还能用它图去养活。是以钟叔即便整日松散度日，除了每月会挨祖父几顿打，也没人管他。他模样生得极好，10几岁时正是青葱年少，打马回来时便有许多姑娘朝他掷手帕，头几次还好，他会让小厮把手帕归还原主。后来多了，他就应付不来，只当没看见了。听说有些流浪汉专门盯着他回城的行程，一路收帕子，再低价转卖，生意竟也做得风生水起。他说最好笑的是，有一次不知从哪个角落掷出一包硬物，他弯腰躲过，猝不及防打在他身后那人身上，那人额角立即红肿了起来。钟叔侥幸道：“幸好中标的不是我，不然肿一个大包。”那人悠悠看着他。钟叔才把没说完的3个字吐出来：“多丑啊！”他又说，后来才知道是那姑娘怕手帕轻飘飘的掷不到他身上，就包了好几块碎石头，没想到准头那么好。后来又发现那姑娘和那人是自小就定了亲似的。阴差阳错，他加速了一场联姻。他说完来抱我，我拍开他的手，掖了掖背角，装作一副我要睡了的模样。钟叔百思不得其解，不停追问我怎么了。我踢踢他的腿，示意安静些。后来我要睡着了，他又凑到我耳朵旁边，含笑道：“你莫不是醋了？”我当作没听见，动也不动，只做我睡着了。这时候耳垂突然被轻轻咬了一口，钟叔含住了我的耳垂。我惊叫一声，直接踹了他一脚。钟叔嗷地叫了一声，结结实实摔了下去。我起身把他拉起来，安抚地亲亲他，以示歉意。第2日起床的时候，发现他的颧骨青了一小块，怪滑稽的。我边给他上粉遮眼，边咬唇忍笑。钟叔幽怨地盯着我，他撅起嘴巴：“有那么好笑吗？”我亲亲他，安慰道：“没有，还是很好看。”可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钟叔大喇喇顶着这么一张脸出现在众人面前。祖母惊叫了一声，连唤他到跟前，一口一个心肝，问他怎么弄的。钟叔反过来安慰他，不过是不小心摔了罢了。钟家叔父打趣他，今日上朝被同僚笑话的滋味如何？钟叔在外头还是很有家主风范的，笑得温润。桌底下却勾着我的手指头，委屈巴巴挠了挠我的手心。我顶着祖母不满的眼神，什么也没说，给他夹了块木耳。饭后，钟叔被祖母留下。我回到房内一会儿，钟离就来找我了。他方才一直在祖母房内，听到祖母和钟叔说我的不是，无非是巨嘴的葫芦，说不出半句话，冷心冷肺，对长辈也未有好脸色之类的说辞。再是他怀疑钟叔脸上的伤是我弄的。我摸了摸他的脸，没有为自己辩解，毕竟这都是事实。早在大婚之前，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我的性子必会招来非议，我也不抱有被容纳的希望。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，其实我的3魂7魄已然丢了一半，
浑浑噩噩地苟且在这世上，渴望死去，却又努力活着。一个缺失的人是融不入人群里的。钟叔也知道我的性子，是以他会尽力为我推掉长安城里贵族夫人的宴会。我对谁都是淡淡的，也只有在钟叔面前才会流露出温情。钟叔似乎也很享受这种特殊的待遇，我很感激他总能将我的缺陷美化。我是一个极致悲观的人，我常常幻想我大限那天会是怎么样的场景，我甚至连我的结局都看到了。但钟叔的出现让我暂停了这种绝望的臆想。这人世间如此令人绝望，如同一潭泥淖，恶臭难闻。而他鲜活、生气、意气风发。他教我收余恨，且骄嗔，修自藏，勿恋逝水，苦海回身，免受孤身流放苦。西敌扰境，钟家军出征的前一天晚上，钟叔躺在床上抱着我，不谈国事，不谈边境，只给我描述他往日少年时候干过的混账事。他说他的祖父刻板，常常抄着一根木棍，要么候在后门那，要么等在墙根，等他偷摸着溜进来的时候，猝不及防冲他背上来这么一下。老头子看着气势大，其实手下不重。当时钟叔还以为是老头子年老了，身子弱，不愿让他伤心，每次都惨叫着冲出去，被他追得满堂跑。又说祖父去世的那天，把他单独叫来了床前，跟他说他是所有子孙里头最像他的，少年时候虎，做天做地，什么也不怕的样子，其实心里头软，说难听些就是有些优柔寡断，这也想要，那也想要。他还说他这样的性子待在小城里头还好，钟家护得住他一辈子。祖父一辈子从白身做到宰相，很是艰难。年少时候满心都是苍生，结果到了中年，被陈疴痼疾的朝局所累，失望透顶，携全家老小回了故乡。钟叔一直在说，铜壶响了好久。等他安静下来，天边响起一声鸡鸣。我依偎着他，默不作声。好半晌，他轻声问我要是走了，你偷偷哭鼻子怎么办？我说了好长一句话，那我光明正大在你面前哭，你哄哄我。哭吧，哭完再哄。我流了会儿泪，又眯了一会儿，房外就有人开始催了。钟叔让我继续睡，我摇摇头，为他穿上战衣。穿完了以后，我从箱底拿出一块长命锁，是我小时候打的，我给他戴上，吩咐他不许弄丢了。故事未完待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